帮粉丝老妈收拾着堆积如山的房子，最开心的是终于要大结局了。和之前一对比，改变的不是一点点，特别是这个卫生间和堆满东西的书房。坏消息是，刚收拾出来的书房又堆满了，比没收拾之前能好一丢丢吧。这里堆的都是要留下来的东西。今天是一个干了2天半的收尾视频，主要是把这些留下来的东西再过一遍，该收的收一收，顺便看一下还有没有能往外扔的。这里面还有10几包衣服，阿姨说留的太多了，放到客厅她再挑一挑。衣服挑走了，剩的这些几乎都是些日用品和吃的喝的了，把它们简单的分一些类，找一个最合适的地方放。茶叶小姐妹准备卖掉，所以就不用往柜子里放了。这是5口袋的药品，这堆是保健品，吃的喝的也是这个家里面最多的。虽然是100平的房子，但是每个屋里面除了大衣柜几乎没有收纳的柜子，所以决定把书房这个大衣柜给它空出来，留着放家里这些吃的喝的。因为是大衣柜嘛，歪曲这个位置有点高，所以叔叔去找了2块板，我们给它简单改造了一下，这样能多放一点，然后找东西的时候也能好找一些。这个消耗比较慢的保健品摆到最上边，品类太多，能放东西的地方又少，这些东西就不能那么详细的去分类了。我们只希望能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塞到柜子里面就行。大件摆完了，这些都是一些琐碎的零食，直接找了一个收纳箱放到里面了，这样能多装一点。东西实在是太多了，我跟小姐妹说，等你吃的时候就从前边开盲盒吧，抽到啥吃啥。我以为吃的都整理完了，这里又发现了一大包，又找了一个小的收纳箱来装它们。这2扇门里面放的全都是保健品和吃的，这是一堆不常喝的茶叶，常喝的绿茶啥的叔叔都挑走了，一个小收纳筐没装了，换了一个大的，不常喝就给他放到最上面去了。大叔说等有时间给他的老朋友分一分。这一包全都是一次性的用品，都是小姐妹为了出去玩准备的。小阿姨说她每到节假日都要出去的，都给他们装到一个箱子里面，到时候好找。这2包就是各种贴了，各个部位各种方位的不同的贴，也给它放到一个筐里面。幸亏小姐妹这个整理箱买的也多。叔叔阿姨说药品太多了，5大包根本也吃不掉，挑了一些他们的常用药，其他的就不准备留了。2个盒子分上下放的，这样找的时候还能方便一点。小姐妹她们家不光是东西多，琐碎的东西也多，一边收拾我们又一边往外扔了一批。这种太小的就直接放到抽屉里面了，像这些比较多的就给它装箱，然后留一部分在外面，等用完的时候再取吧。重复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本来想着留下来的这些小家电就不往大衣柜顶上放了，但是看了一圈实在是没有地方，叔叔说就再给它摆上去吧。收拾这的时候我还不知道有个地下室呢，看了一圈实在没有地方，所以又给它摆上去了。这是阿姨挑出来的衣服和包，其他的就都不要了。这一堆除了黑色口袋是她要捐的，其他的都是她准备要拿走的，都是新的衣服、化妆品还有饰品啥的。家里面都过了一遍了，准备把这些东西都运到空房子里面去，慢慢的收拾。之前好多人就说这次收拾一点意义都没有，就是屎窝挪尿窝，把这些东西换了一个地方放。东西多是真的，走的就装了一车，还有一个家的没装上。这一堆是他准备要捐的衣服，其实扔出去的也不少，30-40袋是有了，就是这个家里面东西太多了，所以感觉没扔多少东西。这2个小柜子叔叔本来是要丢的，阿姨说暂时先留一留，放一点琐碎的东西，要把那些东西消耗消耗再扔也不迟，要不然那小东西真没有地方放。收拾小卧室的时候又收拾出来了一大堆吃的，给它归纳到柜子里面。人住的房子留下来的东西比较多嘛，所以它这个整理收纳就很慢，再加上这个小姐妹家东西确实是多，它这些东西又不能丢，也没有过期，就只能留着日后它们慢慢消耗了。这些杯子让阿姨看了一下，她说都扔了吧，一个不留了。我现在看到有扔出去的东西是真开心，要是打开一箱是没过期的东西，我都犯愁，不知道往哪放。口味杯子太少了，客厅、餐厅几乎是没有，就是有一个电视柜和一个小边柜，也放不了什么东西。在这书桌之前是在小卧室，这个位置放了一个缝纫机，叔叔把缝纫机给拿到那个放杂物的那个卫生间去了，然后把孩子书桌放到这里来，以后想让孩子就在这里写作业。等慢慢把柜子里的东西消耗消耗，然后就撤掉一个柜子，把现在卖掉，然后给他安一张床。这个房间就算是儿童房了，
只是现在东西还比较多，不能立马就能实现。但是现在和之前一比已经好太多了，最起码孩子有一个独立的写作业空间了。这是这个书房收拾完最后的样子了。这个客厅里面也堆了一大堆没归纳的，拿走了一些头花，这里还藏着2大包呢。家里的饰品、衣服、化妆品真的是太多了。这一箱是孩子的书，就是他现在能用得着的。他可不止这样书，还有5、6箱呢。本来小姐妹是想着都留到这里的，但是搬家那天阿姨都给他装车上去了。现在就搬家那天可好玩了，那个小姐妹不是在楼下开的车吗？阿姨在楼上把她那些不想拿走的书还有鞋啥的都给她打成箱拿下去了。看小姐妹买这些东西哪有1个2个的，都是一堆一堆的买。我还问阿姨呢，小姐妹买这东西花了好几万了吧？阿姨说可不止，10几个是有了。她现在看到这些东西也后悔，但是当时她就是控制不住自己啊。这个大衣柜就剩这点空了，马上就要装满了，再多一点东西都装不进去了。留了2个抽屉放孩子学习用的东西，这样他拿起来比较方便一点。最后这个归纳整理就相当于是把这个房子又重新收拾了一遍。这一堆都是小姐妹准备卖2手的，她本来是想放在这边就不往那边拿了，但是阿姨说他们在家就跟这个屋没收拾一样，还是乱糟糟的，看着也堵挺。后来商量了一下，就把这些准备要卖的也给他拿过去，就不在这边放了，先给他拿到外边来。阿姨是一点都看不了这些东西，就想让这个房子快一点恢复到原来的样子。看看阿姨家这些伞和雨衣都可以拿出去摆摊了。这个视频可能好多人都不喜欢看，因为没有扔的镜头，全是留下来往柜子里放的。但是这个视频我们是干了2天半，也得给它剪出来，我们的一个劳动过程，也是这个家庭的真实性。可能好多地方收纳的也不合理，但是大部分都是根据叔叔阿姨的要求干的。这2个门里面也是塞得满满的，几乎也全都是入口的东西。这一口袋是叔叔挑出来他们常喝的茶叶，给他码到餐桌跟前这个柜子里面，拿着方便一点。其实这次收拾物该丢的几乎都丢出去了，收拾餐厅那个位置又扔出去了这么多东西。最后还有这个大客厅没收拾，这里面散落的几乎也都是小姐妹准备要出手的东西。这个好收拾，反正都决定要拿走了，都给它打个包拿到外面去就行了。这是我在平台上自己找的车，连车带搬200块钱。上次是叔叔找的个人，花了1100，而且他也是在平台上自己叫的车，但是我叫车叫错了，叫了一个大车，好不容易才开进来。东西该搬的都搬走了，该扔的也扔了，打扫一下卫生就完事儿了。这个卫生间最后是这个样子的，叔叔阿姨他们都能接受。等慢慢的把东西消耗掉了以后，架子啥的再给它扔出去。可能最后收拾的没有咱们以前想象的那么完美，但是叔叔阿姨满意就行。毕竟这个房子以后也是他们老2口住，小姐妹他们可能也就是1周回来个2、3天，而且东西也是在慢慢消耗，以后只会越来越少。来看一下前后对比吧。室内室结束了，还有一个地下室需要收拾。你们是想先看一镜到底，还是这个地下室的视频？